好啦，结束了。就在我准备这条影片的几个小时前，消息传来，美国历史上最长的这次政府关门终于画上了句号。你看现在的市场，美股期货、加密货币、黄金全线大涨，一片狂欢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你可能也松了一口气，觉得警报解除了。但是我想请你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，在这场风暴中，你是看懂了门道，还是只看了个热闹？如果你只是庆幸危机结束，却不明白市场为何如此反应，不明白这40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，那我必须告诉你，你刚刚完美的错过了一次价值千金的市场实战课。更重要的是，当下一次危机来临时，你依然会和这次一样手足无措。这次史上最长的停摆，后果是重大的。它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闹剧，它像一次压力测试，暴露了全球金融体系两个非常脆弱但又极其重要的命门。所以今天虽然危机看似已经过去，我们恰恰要做一次最重要的复盘。我会带你一起回顾，揭开这场危机背后那两个真正影响你钱包的魔鬼细节。搞懂了他们，你才能真正理解市场这次为什么狂欢，以及如何抓住下一次由恐慌带来的机会。这堂课现在才真正开始。好，我们先来搞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，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政府会说关门就关门？听起来很不可思议，对吧？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，大家就明白了。你可以把美国政府想象成一个超大的家庭，这个家庭有2个家长，一个是民主党，一个是共和党。每年他们都要商量下一年的家庭开销要怎么花，这就是财政预算。比如国防要花多少钱，教育要花多少钱，医疗要花多少钱等等。但问题是，这2个家长经常意见不合。比如今年共和党家长说，我们最近手头紧，要削减一些对外的援助，还有那个平价医疗法案的补贴也太贵了，年底到期就别续了。但是民主党家长就反对，不行，这些都是必要的开支，一分都不能少。他们吵来吵去，一直到新财年开始的10月1日，还没商量出一个结果。那怎么办呢？家里的钱就不能动了，因为没有经过2位家长的共同批准，这就导致了政府关门。当然不是所有部门都要关门，像军队、警察、机场安检这些必要的部门，员工还是要上班，只是暂时领不到薪水，变成了打白工。而像国家公园、博物馆、一些科研机构这些非必要的部门就直接关门大吉了。所以美国政府关门本质上就是一场由国会2党斗争引发的预算危机，这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少见，自1981年以来已经发生了超过15次，但是这次特别严重。一听到政府关门，通常会想股市是不是要大跌？我们来回顾一下最近2次比较严重的政府关门事件，看看股市反应是怎样。案例1， 2013年奥巴马医改之争，当时共和党为了阻挠奥巴马的医改法案，发动了政府关门。市场一开始也很紧张，标普500指数在头几天确实有小幅下跌，但很快投资者就意识到，这更像是一场政治拉扯，对经济的实质影响有限。结果呢，在政府重开之后，股市迅速反弹，还在当年第4季度创下新高。如果你在当时因为恐慌而卖出股票，那你就错过了一波大行情。案例2， 2018年到2019年特朗普边境墙之争，当时特朗普为了拿到修建美墨边境墙的预算，和民主党闹得不可开交，当时停摆长达35天。不算这次的话，是有史以来停摆时间最长的一次。但有趣的是，标普500指数竟然上涨了超过10%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市场慢慢学会了免疫。投资者发现，政府关门虽然会造成短期的混乱和经济损失，但是它通常不会改变美国经济的长期基本面。一旦政治僵局解除，政府支出恢复，经济活动就会迅速反弹。所以从历史经验来看，把政府关门当作股市崩盘的信号，往往是错误的。市场先生对于这种政治噪音的容忍度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得多。大多数机构和资深投资者都把它看作是短期波动，而不是结构性的熊市开端。
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？觉得这次也一样，只要躺平，等风暴过去就好了？那可不行，因为这次停摆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，它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危机，一个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的定时炸弹。这次停摆表面上看是两党在吵架，和过去差不多，但如果你深入挖掘，你会发现两个致命的不同点。第一个，创纪录的停摆时长正在引发数据黑洞，这次停摆已经打破了所有历史记录。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更在11月7日发出警告，直言这次停摆已经开始对经济造成实质性的冲击，这不再是狼来了的故事，而是狼真的已经进村了。影响有多大呢？华尔街的预估，这次停摆可能会让美国的 GDP 增长下降1到1.5个百分点。同时，联邦航空管理局也宣布，由于航空管制员无心工作，全美40个机场的航班将被迫减少。这意味着感恩节想要回家，可能都买不到机票了。而这一切混乱的背后，指向一个更深层次的危机——数据黑洞。这次停摆意味着很多重要的经济数据都没有办法按时发布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非农就业报告。这个报告是美联储判断经济健康状况，决定升息还是降息的最重要依据。现在因为劳工统计局的员工被迫休假，10月和11月的非农报告都难产了。更严重的是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已经警告，11月的 CPI 通胀数据也可能史上首次无法发布。这就好像美联储这个司机突然被蒙上了眼睛，要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中开车，前面是悬崖还是平路，完全不知道。第二个不同，也是最危险的一点，隐形的流动性危机。美国财政部有一个账户叫做 TGA，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美国政府的国库。正常情况下，政府收税，钱进到 TGA， 政府花钱，钱从 TGA 流出进入市场，这就为市场提供了流动性，也就是钱。现在政府关门了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政府还在收税，钱还在不断流入 TGA， 但是政府的很多支出都停了，钱流不出来了，这就导致 TGA 这个水库的水位越来越高。根据市场分析师的估计，在政府关门期间， TGA 账户累积的现金规模显著上升，这个相当于美国财政部从市场上抽走了大量的流动性。分析师预估，政府关门危机每周会使到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约 0.1 至 0.2个百分点，折合损失约150亿美元。这比美联储好几次升息的效果还要猛烈。大家想想，市场上的钱突然变少了，会发生什么？资产价格包括股票就会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。所以很多投资者只看到了政府关门的政治噪音，却没有看到水面之下这场由 TGA 引发的流动性海啸正在慢慢形成。这才是这次政府关门相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都更值得我们警惕的原因。它不再是无关痛痒的政治秀，而是实实在在的从市场抽走流动性。好了，搞清楚了真正的危险所在，我们再来看美联储这个蒙眼司机现在有多难。美联储现在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，一方面经济数据真空让他无法准确判断，虽然官方数据没有，但一些民间数据显示经济正在放缓。最近看到许多讨论关于政府关门对经济影响的看法，普遍认为这个会打击民众的信心和消费意愿。高盛甚至预测美国第4季度的 GDP 增长可能大幅下滑，经济有失速的风险。按理来说应该要降息来刺激一下，但另一方面，如果现在降息，万一通胀又死灰复燃怎么办？所以美联储内部也产生了巨大的分歧。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就警告说，现在是大雾开车，降息太快可能会翻车。那美联储12月到底会不会降息呢？我认为美联储现在是有苦说不出。他们在10月底其实已经顶着压力降了一次息，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，说明他们对经济放缓的担忧已经超过了对通胀的担忧。但是政府关门这个黑天鹅打乱了他们所有的计划，在数据缺失的情况下，任何决策都是一场豪赌。如果政府关门在12月议息会议之前还不能结束，
美联储有可能被迫按兵不动，因为在大雾中停下来是比乱开车更安全的选择。他们会用鸽派的言论来安抚市场，暗示未来降息的可能性，但不会轻易扣动扳机。这个对股市意味着什么？这就意味着市场期待的降息利好可能会落空，叠加我们前面提到的流动性危机，股市在短期内仍然会面临非常大的不确定性。讲到这里，大家可能觉得有点悲观，又是流动性危机，又是降息预期落空，那我们手上的股票是不是要赶紧卖掉空仓避险？请记住股神巴菲特最经典的那句话，在别人恐惧时我贪婪，在别人贪婪时我恐惧。市场的恐慌对于真正的价值投资者来说，从来都不是灾难，而是机会。这次政府关门引发的市场动荡，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，去审视我们的投资组合，去用比较吸引的价格买入那些优质公司。那么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第一，稳住心态，不要恐慌性抛售。历史已经反复证明，因为政治事件而抛售优质公司的股票，长期来看都是错误的决定。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：美国政府关门会不会影响苹果公司卖手机？会不会影响英伟达卖芯片？会不会影响可口可乐卖汽水？如果答案是不会，那你为什么要因为这短期的政治噪音而卖掉这些伟大的公司呢？投资要看的是企业的长期价值，而不是国会山庄的政治闹剧。第二，准备好你的购物清单。市场的下跌是金钱从没有耐心的人转移到有耐心的人的过程。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天天盯着盘面唉声叹气，而是静下心来研究公司，列出你的梦幻公司购物清单。哪些公司是你一直想买但觉得太贵的？哪些公司拥有强大的护城河、稳定的现金流，并且在这次冲击中被市场错杀了？大家可以关注几个方向。第一是不受政府支出影响的消费类股，无论政府是否关门，人们总要吃饭、购物、娱乐，这些公司的需求是刚性的。第二是拥有强大定价权的科技龙头，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已经成为现代商业的基础设施，具备很强的抗风险能力。把这些公司找出来，设定好你的目标买入价，一旦市场因为恐慌把这些优质公司砸出了白菜价，就是你果断出手的时候。第三，学习系统化的投资方法，建立自己的能力圈。你可能会问，我不知道怎么去分析一家公司是不是优质，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价格才算是白菜价啊。给你一条鱼，不如教会你钓鱼。我可以直接告诉你几个股票代码，但那样对你没有任何帮助，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买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卖。市场一有风吹草动，你还是会恐慌。我把我过去30多年在投资市场摸爬滚打总结出来的经验，浓缩成一套普通人也能听得懂、学得会、用得上的系统方法。我会手把手教你如何运用10倍股3阶段的框架去发掘潜力公司，如何做到长期安心、超级盈利。这个课程的目的不是给你推荐股票，而是赋予你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，让你面对像这次政府关门一样的市场危机时，不再是恐慌和迷茫，而是兴奋和从容，因为你知道你的机会来了。我在过去30年的投资生涯中，经历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，经历过2000年科网泡沫，也经历过2008年金融海啸。每一次危机，市场上都是哀鸿遍野，但也正是在这些危机中，我学会了如何在别人恐惧时保持冷静，如何在市场错杀时发现宝藏。这些经验和方法，我都会在课程中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你。如果你真的想摆脱韭菜的命运，在投资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更稳，欢迎你来了解一下这个免费60分钟公益课，你可以在下方的资讯栏找到连结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影片的重点。第一，美国政府关门本质上是两党的政治斗争，虽然历史上多次发生，但这次2025年的停摆，因为创纪录的时长和背后的流动性危机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值得警惕。第二，这次危机最大的风险不是政治噪音，而是 TGA 账户引发的隐形流动性紧缩。
这个相当于在市场上大力抽水，对资产价格构成实质性威胁。第三，美联储陷入了数据黑洞的困境，在经济放缓和通胀压力之间左右为难。12月很可能选择按兵不动，市场期待的降息利好或将落空。第四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危机中孕育着机会。对于价值投资者来说，市场的恐慌是最好的朋友，我们应该稳住心态，准备好购物清单，在别人恐惧时找到被错杀的优质资产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助大家看清这次事件的全貌。投资是一场修行，修的是认知，练的是心态。当黑天鹅出现时，大部分人看到的是危险，而只有少数人能看到翅膀下的机会。你对这次美国政府关门有什么看法？你认为股市接下来会怎么走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和大家一起讨论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因为我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简单化的讲给你听，让你更容易的吸收。我们下期影片再见。